Hello， 大家好，我是算。这一期是一期填坑视频。之前发厨房改造旅行材橱柜的那一期的时候，有向大家征集了一些问题，加上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各个部分的尺寸，像台面的尺寸、抽屉的具体尺寸，还有费用相关的具体的花费、预算的分配，还有后续整体橱柜做出来够不够稳当啊，会不会进蟑螂啊等等这些问题。这一期就来做一个大的整理。改造的具体花费，总共的费用的话是在3800块钱左右，满打满算的话就算是4000。一开始我预算是大概5000块钱左右，现在没有超预算完成，我觉得这一点还是非常的满意的。直接结合这个表格来说吧，大概的分了一下，型材的框架部分是1200，其中2个框架的材料费是980。之前有小伙伴问型材框架的具体费用，为什么这个价格不用板材呢？觉得说自己 DIY 的话，它一定是会特别便宜的，但是我觉得便不便宜的话，还是要相对而言。而且橱柜如果真的想要极致的追求价格便宜的话，那旅行材肯定不是最优的选择，因为型材需要保证它的稳定性，2040的框架立柱等等各种配件加在一起还是要花一笔的。旅行材它最大的优势不是便宜，这一点我在2023年的这一期教程里面就有说到过。旅行材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灵活，后续可以再利用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对于我来说，它最大的优势又是后续可以灵活的带走，它更加的适用于你想要做一个完整的适合你自己的需求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异形的需要定制的空间。抽屉的部分加在一起是1090块7毛2，一共是9个抽屉嘛。有一些是旧物利用，有一些是定制的 PP 抽屉，但是最终这个价格做出来9个抽屉的话，是不是还挺划算的？如果有厨房装修经历的小伙伴的话，应该知道厨房的橱柜做抽屉是非常贵的。这里面宜家的这个马斯麦的骑马抽是我在实际的体验中觉得特别喜欢的，所以不惜花了一个大价钱来去买了一个。但是后面我自己也尝试买国产的轨道来 DIY， 如果全部都做 DIY 的骑马抽的话，这部分的成本还可以再低一点。而且自己 DIY 的这个的话，它不仅是适配旅行材，它也适配其他材料的厨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后续我可以再做一期这个 DIY 骑马抽的，刚好我也要把拉篮的那几个给改成骑马抽。面板部分是门板745加把手150，一共895。这个门板是连带上柜的，所以整体会价格高一点。然后剩下的蓝色这部分就是各种铰链和各个部分杂七杂八的配件了。最后这个花费相对比较低，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拆橱柜的阶段留了一些材料下来，最后他们都完美的跟旅行材适配上了，所以也小小的省了一笔。加上我上一个厨房有的一些各部分的配件，整体来说这个价格做出来这个效果我还是非常的满意的。接下来是预算的分配和具体的原因。我的先决条件是租房嘛，将来搬家我想要带走85%到90%这样吧，所以在预算的分配上，我把我将来能够带走的，确定下一个房子一定可以用上的部分调高比例，像各种抽屉、骑马抽、门把手，不能带走的尽可能压低预算或者旧物利用，像台面上各家的拉篮、水槽、柜门等等。我们再回到这张表格啊，这里面预算分配最明显的就是台面和骑马抽两项价格的对比了，因为一个抽屉都比2个大台面贵130。我一开始给台面定的预算是1600，但是后面我要买的时候发现这款它买1送1了，就直接把预算从1600拉到了300，把台面的预算压这么低，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2块台面它需要针对水槽和灶台部分开槽，一旦开了槽之后，它就成为了现在这个厨房的定制品了。后续我想带去新家，水槽和灶台的位置具体在哪里，它是一个未知数，大概率是不会带走的那10%。总结起来，大家在规划预算的时候的话，就可以整体的去按自己实际的需求来调整嘛。像如果是自己家的话，那你肯定该拉高预算的地方的话，你就拉高预算。像我现在的话，我是绝对要把预算留给我的抽屉的。然后是橱柜部分的各种细节和尺寸，台面的宽度是63.5。这里要在画图前确定台面，再去确定下面型材的宽度。当时我是直接剪出来的，最后得出来的型材宽度就是59.5。我和我妹的身高都是165，按照橱柜高度的计算公式的话，得出来那个数我们觉得还是太矮了，所以我们这边最终的水槽部分的高度是91，灶台这边是84左右。因为大家有问为什么不把2个台面做齐平，首先我们水槽部分这个操作台的高度一定要90厘米以上，这是我绝对不
不能让步的一点，因为台面高了之后的话，它用起来真的非常的舒服。但是如果把灶台组这一边也做成90的话，太高了，因为还要考虑到灶本身还有一定的高度，90厘米的高度，再加上灶台2到7厘米这样吧，就要去到差不多1米了。在这么高的灶台这边炒菜的话，它是需要高高的抬起2只手臂，是很累人的，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同高度的方案，做成了高低台。如果大家不确定具体的尺寸应该定多少的话，可以去那个宜家的厨房那边去试一下，它有各种各样高度的，试过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因为每个人的身高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嘛。厨房的设计的话，还是非常看个人的具体情况的。然后是抽屉这边的尺寸，这边2组都是薄抽加高抽的组合搭配嘛，3个高度的组合的话，杂物的位置够，最下面的这层高度也够高，我个人觉得这样子会更实用。然后中间这边的起码抽是只做了2层，因为在确定高度之前的话，先量了家里面各种锅的高度，最终再确定这个尺寸。而且这个留的比较空的话，后续再加抽中抽，操作起来也不会特别的麻烦。然后是水槽的这一边，水槽这边的话不能让步的就是我从上一个家就一直坚持的台面90厘米高，并且要使用大当槽还有抽拉的水龙头。这个配置跟我改造上一个厨房的配置一模一样，但是这次的水槽在同样的价格下买的没有上一个好。这个台上盆是因为我的厨房的台面只能做台上盆，我就选了这个。而且我从上一个家用下来的话，台上盆好像也并不是特别的不好呀，大家就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嘛。我是条件限制，我自己很理想的方法的话，就是不锈钢台面加不锈钢的水槽一体焊接。等我以后装修再做吧，这个要花大价钱的东西。水槽的下面这一边的话是做了一个45度抽的，这个还挺不错的。当时有点纠结做不做，后面算了一下，这对铰链很便宜嘛，而且操作起来不算特别的麻烦，加上不管做不做这个45抽，这边还是要封板的，所以还不如就直接做了，又可以抠出一个小收纳位出来。而且这边做了之后，它的高度刚好跟右边的这个薄抽的柜门高度一样，更加的和谐吧。然后水槽下面是几乎完全留空的，没有做任何的隔板，纯靠这个抽拉的收纳。水槽下面做抽屉或者做隔板的费用的话，我有算了一下，都没有直接使用这个东西来的划算和省事，所以就尽可能的留空，然后直接用它了。侧边刚好这边留了一个空出来，是可以给我放各种备菜盆，还有脱水的篮子什么的。而且它的高度够的话，很多清洁剂我都可以直接立着放上去。然后是水槽左边的这一块，它是一个转角的位置嘛，原计划是做小推车推进去的，但是因为下面有一个15厘米高的半地台，所以就显得很被动了。核算下来，加上人工去安装操作的话，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也没有抠出特别大的收纳位置，就直接拿来当做净水器的收纳位置了。它放在这里的话，也是不影响净水器的滤芯更换的。那这个东西1年才换一次，适当的取舍，省事又省钱吧。这组橱柜的具体的尺寸的话，是按照我原先家里面已经有的家电的高度，还有的东西的数量和我们做饭的习惯，再加上这个厨房它的先决条件来得出来的，大家就参考就可以了。具体还是要以自己家的实际情况为主。接着是问题收集和答疑。先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橱柜？在这个系列第1期的时候有一个完整的过程。原本我只想要拆掉受损比较严重的水槽的部分，换一个大的当槽的，但是后面越拆越严重，就全部都拆掉了。在我没有接触到这个材料之前，我们家的厨房的橱柜是这样子的。这是我爸07年的时候叫工人装的厨房，然后这是他20年的时候装的厨房。2个厨房都是隔板，没有抽屉，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是非常的不方便的。虽然是租房，但是我不想等到我买房装修好了之后，到那一天才拥有一个好用顺手的厨房。这个材料我可以相对简单的买到，又有丰富的配件，它可以满足我各种各样的对于厨房橱柜的需求，并且预算是完全由我控制的。加上之前做那组大衣柜的经验，也知道了如果要给它装上各个部件的话，应该去搭配什么样的螺丝等等。而且这里是长租嘛，加上我们的做饭频率是非常高的，在可控的预算范围内去做一组，这笔账算下来，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划算的。使用起来稳不稳，承重怎么样？可以剁鸡吗？可以剁骨吗？可以剁白切鸡吗？首先剁骨和剁鸡的这个问题的话，一般在买菜的阶段，菜市场的老板都会帮我们先处理好，所以家里面剁的场景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是我们砍椰青的情况比较多，还有家里面寄过来的
鱼一整块的也是要剁的，极少数的整鸡也是家里面直接寄过来的。但是这种生的整鸡的话，我会直接用厨房剪来处理。厨房剪的话，在水槽里面操作很快就可以操作完了，一把厨房剪可以替代掉菜刀的60%以上的功能吧，而且用厨房剪的话会更好收拾一点。然后就是我们经常砍的椰青了，我们真的很爱喝椰青了。喝掉椰子水之后，砍开再挖里面的肉，大家就直接看吧。还有砍这种很大的鱼的，真的挺稳的。2040的立柱它的强度是很够的，如果对稳不稳这个问题还存疑的话，那就只能交给时间了。后续我再用几年之后再做使用反馈了。然后是台面的材料问题，台面的预算那边我说过，我把预算压得特别低嘛，这个价格并不代表这个板材或者说这个东西它就不能用，它真的是正经的台面。宜家的厨房那边有完整的展示。而且加上在上一个家的使用经验，上一个家使用它还是我从上个家带过来的，到我们上个家搬家，它还非常完整、干净、整洁的，在我们上一个房子那边留给了我们的房东，所以它的耐用性我们是扎扎实实的体验了3年以上的。不要因为它的材料原因去否定它的功能。而且宜家这个材料的台面的话还是非常的多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收它的各种反馈。然后是我们两广海南地区大家一定会说的蟑螂的问题，这个柜子不封的话会产蟑螂，橱柜后面和底面怎么封，时间久了之后肯定会进蟑螂，这个柜子感觉容易产蟑螂。先说一下，这边不是不封啊，是因为这边还有一整组的高柜的规划，到时候高柜的侧板也是它的侧板，然后下面这边的话还要再做踢脚抽的。但是最后做完这些板子都封好了之后，我也坚信这个柜子防不了蟑螂，而且大部分的柜子都防不了。橱柜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都是柜门啥的都是要打开的，要先去解决大黄金里面蟑螂的问题才行啊。只针对单个场景、单个柜子去做密封的防蟑螂处理的话，它也是治标不治本嘛。厨房的地板的问题，这个地板它是我上一个家用的，它看起来像木地板，但实际上它的材料不是木头啊，它是石塑，简单来说里面是石粉，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上面的贴皮是木纹而已。这个地板用在厨房的话，也是我一个个人的测试吧，为了以后房子的测试，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瓷砖的质感，反正它是可以正常的使用，而且我也封边做到位了。虽然不是说特别的难，但是它也绝对不简单，简不简单难不难也是相对而言嘛。所以我在前面的视频里面也完整的记录了所有的过程，把遇到的问题各种东西全部都详细的发出来了。它还是需要精确的计算模拟，然后去调整一环扣一环的。大家要做的话，肯定是一定要谨慎，或者是像我之前在教程那期说过那样子，从小的开始明白它的原理和螺丝的搭配的原理之后，再去做这种大件的话，就相对简单很多。这期视频聊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大家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我们再在这一期继续来聊。我们这一期就先这样子，下次见，拜拜。